先过去了啊。嗯。吃过了，老板，下次来。好。吃不够，看你这个不行啊。来这个。看来他是不会来了。老夫，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靠近，更不能让人知道。好，知道。司令，这都快7点了，您忘了穆小姐还约了您一块吃饭呢。快走，快走。好。快点，快点。有了，是吗？啊。这里有人了。是我，谭玄林，你让我来的。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怎么会？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因为我今天高兴啊！如果不是你，我妈妈和哥哥的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谢谢你。来，我敬你。哎，走，喝多了回家啊。没醉。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吃饭吗？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最爱的生煎包铺子。小时候妈妈总带我和哥哥来，这是我们3个人的秘密基地。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就没有人陪我了。别多想，没关系，以后有我在，我陪你。你还说陪我，你都迟到了。对不起，我是有事耽搁了，以后不会了，对不起。那我要罚你。罚我什么？罚你陪我去看上海最美的夜景。现在？太晚了，我送你回家好吗？儿子，开车，我们去蛇山。这么晚了，去蛇山干什么？去看上海最美的夜景啊！山上冷，我们回家好不好？不回。婉清，别闹了，听话。这车是我的，你得听我的。车是你的，但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必须得陪我去。什么朋友？我才不想当你朋友。那我自己走着去。哎，婉清。好，我陪你去。谭四，开车。还是睡着了可爱些。你开稳点儿，会不会开车？司令，这路坑坑洼洼，那又不是我的问题。你要实在觉得
怕婉清小姐磕着碰着，那你最好还是让她自己靠在椅背上。你，行，你开慢点啊。哇，司令，嘘。哦。哎，婉清。哎，婉清。我们慢点儿。我们到了。你看，上海都在这儿了。那是海关大楼，那是汇丰银行工部区，还有外白渡桥。哎，外白渡桥。哎，你小心点，别摔下去。外白渡桥。上海。这里就是我的家，上海，我回来了！妈妈，哥哥。我回来了。婉清，你看啊，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谢谢你。谢我干什么？我2次喝醉酒，都是你陪着我。那，你这一次，不会又把我当成徐光耀了吧？又？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成徐光耀了？你看你都忘记了，上次你被人下了药，喝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是像这样吗？你上次也是这样子，都傻了。我就知道你是知道的。你说。
你这样坐了一夜啊？我可不敢睡，万一睡着了，被占便宜怎么办？占了便宜就想走啊？谁占你便宜啊？那昨天晚上我们都当着全上海的面儿亲了，想反悔啊？那你想干嘛？一辈子陪你吃生煎，看夜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就是那种关系啦。哪种关系啊？就是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的关系呗。谁要和你一起睡觉？怎么，亲都亲了，不想承认吗？嗯？那你去我家向我爸爸提亲好不好？只要爸爸同意了，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让爸爸同意的。婉清，我现在还不能去你家提亲。为什么？生气了？没有啊，没生气怎么不说话？我不想自作多情。谁说你自作多情了？我一个女孩子，舔着脸让你去我家求亲，你说你不去，去不了，还不告诉我为什么？那就算是合作伙伴，也应该坦诚相待啊。是，我能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的。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停车！哎，婉清，婉清，婉清，你先上车吧，你穿高跟鞋呢。你别管我。哎，你听我解释。那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该告诉我的时候？连我你都不能坦诚相待吗？我们现在已经是这种关系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能相信的人吗？如果连我你都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哎，婉清，放开！婉清，你听我说。放开！放下来！上车。婉清，你听我解释啊。你仔细想想，我瞒的你哪件事儿，哪个不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我让穆婉婷去当徐光耀的秘书，我事先也瞒着你了，但最后呢？最后赢家不还是你吗？我承认，我对你来说不是透明的，只是我不告诉你是有我的原因。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信任我，真正的信任，不是束缚对方，而是毫无猜忌，即便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也依然愿意相信。我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处理完，所以暂时不宜去提亲。但是我心里早就认定你了。我们漂泊10年才遇到彼此，我真的很珍惜，所以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能等。谢谢你。
等事情有了结果，我会告诉你的。但是在此之前，你不能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任何人，好吗？好，我信你。但是，既然你还有事情要办，那你昨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啊？是谁先着急的呀？我喝多了呀，而且我也没有经验。那我也没经验啊。我才不信！我也就是说说，不然也不能2次被你占便宜。我什么时候占你便宜了？嗯。好，上车吧。司令，行，去吧。什么眼神？有屁放！司令，你跟穆小姐是真的吗？废话，当然真的。你俩不是一见面就掐吗？你俩什么时候搞上的？啊不，好上的。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否则你坏了我的大事。放心，我明白，你这是金屋藏娇，地下情，见不得人的。你放心，我绝对一个字都不说。你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滚蛋！喂？什么？好，马上去，备车。司令，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应该在医院给徐光耀办手续吗？光耀哥上午要输液，我下午去就好了。哦，本来昨天要请你吃饭，又没有请成，要不我今天补请你啊？昨天虽然没有吃晚饭，但是夜宵我吃了呀。我们昨天没吃夜宵啊。你再想想。下边等着吧。哎，婉清，我得走了，你乖乖等我，好吗？嗯。走了，等我。走了。哎，先把自己饿死。哎呀，我是饿得不行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为了自己女儿的前程，甘愿付出生命。只可惜啊，这崔莲凤畏罪自杀，
您那位本事不大，脾气却不小的宝贝女儿，也被穆公赶出了穆家。怎么，不信啊？哎呀，这个时候，穆婉婷应该是在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可是在她上船的时候，却被人故意推进海里。你说这个事儿会是谁做的呢？婉婷她怎么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算他命大，被民团的兄弟给救了。哎呀，这穆家对外公布崔莲凤暴病而亡。至于穆婉婷的身世，至今绝口不提。除了穆家的人，只有参与过审讯的我和徐伯钧知道此事。你说，是谁会对落了难的姑娘赶尽杀绝呢？徐伯钧，他答应过我，说要把婉婷娶进督军府去的，还说会亲自去提亲。是啊，那是因为当年穆婉婷的身份并未暴露，徐伯钧对付革命军也需要穆家的支持，有你没你呀，他都会去向穆家提亲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穆婉婷的身份成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有心人顺藤摸瓜地查明了当时的真相，那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大危险啊！所以，当然会除之后快了。他耍我！嗨，10年前你就应该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骗得了穆志远，也骗过罗督军。你一个小小的帮会老板，算得了什么呀？好了，穆婉婷落水受到了惊吓，我已经让军中的女眷给她换了一身干衣服，而且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把穆远航之死的真相告诉我，穆婉婷，我就可以给她安全的送往香港。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我要见婉婷，我想见见她。如你所愿。谢谢。谢谢。婉清，等一下红琛和少军约我去打桌球，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事挺多的，你就当放松放松，和我们一起去。我也不会打桌球，我就不去了。司令部还有些文件要看，我得过去一趟。好吧，那你要注意身体，早点回家休息。那我先走了。谭司令，能不能让我和婉婷单独待一会儿？
婉婷，我听说了，谭司令要送你去香港，那离你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的，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哦，对了，我那儿有几个朋友，我给他们写了封信，你去找他们，他们会照顾你的。不必了，我对你那些狐朋狗友没兴趣。婉婷，你是不是心里还怨我？怨你？我根本不是怨你，我是恨你。我恨你为什么突然出现，为什么害死我妈，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一切？我还不如一头淹死算了，一了百了。你居然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得活着。对，我是没资格打你，我这一巴掌是替你娘打的。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性命，但你不能不在乎你娘的性命。她是拼了自己的性命，才给了你这条生路的。那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失去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婉婷，婉婷，我知道。我不是个好父亲，可是我今天见到你，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我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我巴结徐怒君，为他做了很多坏事。就是想让你有一个好的前程，我希望你能够嫁到督军府里去。可事到如今，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挽不回所有的一切，婉婷。我只求你能够好好的活着，为了你娘，为了我，都要好好的活下去。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只有活着，才可以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婉婷，来，起来，来，快起来，地上凉，起来。婉婷，你可能就要走了，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啊？不，你根本没资格当我爸爸。婉婷！
一片忠心，却所托非人，后悔吗？难道这就是人生？人生在世，就该愿赌服输。至少你还没死，你应该庆幸。这一切，我认了。你还有还手的机会。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保证送婉婷去香港？说到做到。好。大华银行57号那个保险柜里有你想要的东西。谭司令，这是您要的东西。哎，婉清，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去啊？你下午干嘛去了？哎，怎么了？我下午看到穆婉婷在你车上。哦，你之前说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跟我提亲，不会是跟她有关吧？嗯。你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你笑什么？我又不傻，我藏谁也不能藏他呀。那你还想藏谁？哎，不是，动动脑子，我都有你了，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吃什么醋啊？那我也是个女人啊，我也会吃醋的。你至少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来，本来想等事情更有把握我再告诉你，但既然你看见了，我如果不说，你可能会乱想。到底怎么了？害死你哥哥的凶手另有其人。10年前，徐伯钧与罗督军争夺上海的控制权。罗督军因为辎重被劫了，他想退守穆家码头运送弹药，但是穆家一直与徐伯钧交好，所以不肯借码头给他用。军情紧急，罗督军便派人假冒绑匪，绑架了穆元航，并将他关在了码头的仓库里。罗督军以解救穆少爷为由，派兵占领了码头。当时穆志远在外地运货，萧夫人也是救子心切，所以便答应了他，让他用穆家的码头来运弹药。包围整个码头！也就在那个时候，崔连凤来找了我。他说肚子里怀了我的骨肉，说只要我能够帮着把穆少爷灭口了，能
穆婉婷，就可以回到穆家。如果将来她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话，变成了穆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我当时虽然答应了她，可我心里真的很犹豫。谁知道，没等我下手，徐伯钧就动用火炮，开始轰炸码头了。然后把穆少爷藏身的那个码头给轰平了。穆少爷也当场身亡了。徐伯钧的副官徐远来找我，他说罗督军经此一战，已经失去了势力。罗督军现在大势已去，只要你一口咬定穆远航的死就是他罗督军所为，我们徐督军一定会保你荣华富贵。你可得想清楚了。我当时昏了头，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就答应了。在徐伯钧的授意下，我趁乱进入了已经被炸毁的仓库，找到了穆远航的尸首，并且在他的胸口又补了2枪。而且我把他的手表向后拨了2个小时。罗督军战败退兵，徐伯钧终于占领了上海，双方因为穆少爷的死而纠缠不清，对簿公堂。穆少爷尸体被炸得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而且当时没有什么目击证人，案子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京市警察厅在穆少爷的身上发现了2处弹孔，法医鉴定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穆少爷的手表却是因为轰炸停在了下午3点钟。警察厅因此判断，轰炸是穆少爷死亡后2小时以后发生的。最后这件案子被判为罗督军撕票在先，徐伯钧轰炸码头在后。罗督军也因为撕票杀人而罪名得到了落实，失去了他在北京政府的所有头衔，而他的官职也都被徐伯钧给代替了。徐伯钧也知道，如果你母亲帮助罗督军运来了弹药，那胜负就变得未尝可知了。成王败寇，一念之差，所以他抓住罗督军弹尽粮绝的机会，选择了舍弃你哥哥的性命。婉清，我这儿虽然还有一个证物，但是我们今天不看了。看，关于我哥哥的证我都要看。你们看到的这段影像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仓库对面拍黄浦江的时候留下的，他刚好记录了徐伯钧轰炸仓库时的情景。当时我怕节外生枝，所以就出钱把这段胶卷买了下来，这也让我无意之中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证据。穆远航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他的手表却停摆在3点钟，是被我调后了2小时。法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判定穆远航是在徐伯钧轰炸之前就被人撕票杀害了。但是现在这段胶卷刚好记录下了徐伯钧轰炸仓库的时候，日本的旅游船山东丸号正好赶上进港。我也调查过了，这个山东丸号它是固定从青岛到上海的航线，
10多年从来没有变过，基本上都是下午1点钟左右到达上海。这也可以充分证明穆远航死亡的时间，徐伯钧他正在轰炸仓库。这份胶卷被你保存在租界银行的保险箱内10年，你应该知道它的分量。那你为什么自己宁愿去死，也不把它拿出来威胁徐伯钧，保住自己的命呢？这一点，也正是我想提醒你的。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份证据，你就可以扳倒徐伯钧。我告诉你，就凭你一个上海司令的身份，你做不到的。那如果我说我能做到，你敢不敢站出来指证徐伯钧？玄莲，没事。犹豫什么呢？徐伯钧还不知道穆婉婷没死呢。只要徐伯钧在位1天，穆婉婷就只能漂泊在外。如果扳倒了徐伯钧，这儿就是我的地盘了。那穆婉婷还有可能回来。你难道不想再见到她吗？好，我可以答应你。反正我已经是死过1次的人了，我出庭作证。这10年来，他手上一直沾着我哥哥的血。他是怎么做到和我爸爸做朋友的？婉清，在徐伯钧眼里，所有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棋子。他跟你爸爸交好，只不过是贪图穆家的财力。他就是个畜生。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都不会知道真相。傻瓜，我不仅要让你知道真相，我还会替你讨回公道。可他是徐伯钧啊，你这是鸡蛋碰石头。我哪一场仗不是险中求胜？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吧？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我是怕徐伯钧起疑心。你更怕万一敌不过徐伯钧，会牵连到我，会牵连到穆家。如果赢了，你就正式向我家提亲；如果输了，你就一个人承担，让我全身而退。婉清，我和他之间终有一战，所以即便没有你哥哥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所以不管我反与不反，他早晚都会对我下手的。所以你说的一辈子，是赢了才有一辈子，输了就没有了，对吗？
果这输赢要拿你的命去换，我宁愿不要。傻瓜，你放心，我一定会搬到徐伯爵，我也一定会向穆家提亲，说好了一辈子，一天都不会少，啊！穆老板怎么来了？开酒，見てください。穆老板，你不会是来劝我们的吧？是，没错，我确实是来劝你们的。穆老板，你可什么都别说了。这些日本人要是不把杀人凶手交出来，不道歉赔偿，我们是肯定不会走的。对，赔偿。这位大哥，你先别着急，我爸爸是来劝你们的，但我爸爸是来劝大家加入我们穆家纱厂的。我听说穆家纱厂早就没生意了，生意早让人抢光了。各位，只要你们敢来，我保证每个月给你们30块大洋的薪水。穆小姐，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只要大家信得过我，就来我们穆家棉纱总厂签团契。我穆婉清白纸黑字保证每个月30块。就算棉纱市场不景气，我们还有仓库，还有码头，还有船运公司可以养你们。好，穆小姐，那我们死难的兄弟怎么办？他们日本商会就要逃离罪责吗？这位大哥是个汉子，讲义气。我穆婉清也是个讲义气的人。只要你们签了团契，就是我穆家的人。爸爸会以华商总会的名义和日本商会进行交涉。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看来穆志远这次是不会给我们留余地了。他以为拉拢几个工人，我们就无计可施了吗？会長の意味は？现在我们的洋纱在沪上经营得很好，沪上很多大佬都想入股赚一笔。我就不信，谭玄林这个新任的上海司令，竟然不动心。可他毕竟是江城谭家的人，那当年的事情，没关系。中国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想会会他，探探他的口风。婉清，你真的想好了吗？想当初我们也是费力翻波折才来这儿上的班，这段时间我们配合的也很好。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辞职？光耀哥，谢谢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但现在家里不是发生了巨变吗？爸爸希望我能打理穆家的产业，我这个做女儿的也该尽孝了。婉清，我怎么觉得这2天你对我的态度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在医院我对你说的话，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当然不是啊，但我已经想好了，你就不用再劝我了。我家的老宅子也快修好了，现在你又辞职，我以后是不是很难见到你了？我们这不是各自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吗？
没有天天见面，很正常。好吧，看来你心意已定，那就听你的。只是以后碰到事情，可千万不要忘记我这个哥哥，好吗？好，那我先走了，爸爸还在等我。我的亲哥哥，10年前死于你父亲之手，而你却像亲哥哥一样对待我。我不想让仇恨伤害到你，光耀哥，对不起，我只能选择离开。我谭某和日本商会素无来往，不知道这次所谓何事啊？谭司令，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是代表所有日本商人的利益，一向以和为贵，恪守生意人的本分，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伤天害理的事？谁说你们做伤天害理的事？这是诽谤，你可以告他们的。既然谭司令也认为我们是守规矩的，那不知谭司令对近日我们与穆家的风波如何看待啊？我呀是个行伍之人，不懂生意。谭司令，有时候旁观者清，我想请您给评评理。但说无妨。我们的洋沙又好又便宜，市场销路很好，这确实影响了一些土沙厂的经营。但是做生意嘛，就是大浪淘沙，要想不被市场淘汰，就要不断进步，与市场保持一致。你说对吗？有道理。但是穆家却不肯改良自己的技术，恶意与我们竞争，煽动工人闹事，扰乱市场的价格，挖我们的墙角。即便穆家是上海的大亨，我们是外来的，但是市场是平等的。如此排外，恶意搞垮物美价廉的洋沙厂，这是让上海所有的老百姓都得不到实惠啊！穆家这次做的确实过了，但是山下先生，这棉纱的生意呢，我不太懂，而且不归我们司令部管，所以我也是爱莫能助啊。谭司令，我此次来找您，是有一笔生意想和您一块儿做。山下先生，你有什么生意可以跟我做啊？不瞒您说，此次办洋纱厂，沪上很多大佬都已经入了股的，但是穆家坏了规矩，洋纱厂现在办不成了。但是我不能失信，我想从青岛运洋纱到上海来售卖，算起成本，要比自己建纱厂还划算。但是这上海毕竟是谭司令的地盘，所有港口码头都由谭司令的民团把守。我想请谭司令开个绿灯，让我们畅通无阻。当然，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你的意思是，只要我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我就有钱赚，对吗？谭司令果然是聪明人，一点就懂。好，这有钱不赚是傻子。你尽管运，你运的越多，我就赚的越多。以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了。谭司令，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哎，慢点啊！啊，好。山下先生，司令让我们过来帮您卸货。长官，这一车的货我们已经快装完了，就不麻烦你们了。啊，原来你们只有2车货呀！哎呀，司令还特意让我们腾了一个大仓库过来给您放货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连个角落也放不满。哎，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批货，小试牛刀，我们还会增加的。谭司令的大仓库对我们是非常的有用的。行，那如果以后有需要，你就招呼我，我带兄弟们过来帮忙。替我谢谢谭司令，也谢谢你这位小长官了。山下先生，那我们先走了。来马齐了。婉倩，爸，还没睡啊？不还是沙场的事吗？算了，太晚了，早点回去睡觉。怎么抽了这么多烟啊？他们的沙场不是办不成了吗？咱们挖了山下纯一的墙角，让他们的工厂不能生产。他们呢，就利用日本商会从青岛进了大批的劣质洋纱。咱们的棉纱要想卖出去，就得和他们一个价。之前咱们答应工人月薪30块不变，每卖出一批亏2块大洋。如果是短期维持，没有问题；要长此以往，会把咱们穆家给拖垮的。如果不让山下纯一从青岛运洋纱，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他们是正常渠道进来的，又不违法，我们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请谭司令出马呢？事情是不是就能解决？你知道这个事情，你不告诉我？我是知道啊。用山下会长的话说，我还是大股东呢。听说这洋纱销路特别好，我能大赚一笔。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你又在搞什么名堂？我这是为了帮你啊！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要相信我，我这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以后关系到我穆家的事情，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你不会生我气了吧？那你准备怎么对付山下纯一啊？你听，这会儿他正在骂我呢。他那个人诡计多端，知道你使坏，肯定还背有一手，你要小心一点啊。放心吧，我的穆大小姐，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过来，好，帮着啊，来，这绑紧了吗？小长官，今天我们的会长特意加派了人手，这一船的货很快就装完了，就不麻烦你们了。来，接着。你们这是做什么？谁允许你们在码头卸货的？有通行证吗？通行证？这是谭司令亲口答应的货，谭司令不是都把仓库准备好了吗？这怎么还需要通行证呢？仓库是准备好了，但是从码头到仓库的这段路需要通行证。没有啊？那不好意思了。把所有的货全部扣下，拉回司令部。哎，等一下，等一下，小师弟，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从码头到仓库还需要通行证的。那你今天就见识见识吧。这可是谭司令的货，
谭司令是有股份的，难道你们就不需要请示一下吗？谭司令更应该以身作则，照章办事。拉走。哎，小师弟，你这不能说扣就扣，这个是谭司令亲口允许的呀。那你去找谭司令啊，谁答应你的，你找谁啊？你跟我说不着。走。司令，山下先生到了。哎呀，山下先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请坐，请坐。谭司令，我刚刚运到码头的一船棉纱被你的手下给扣了，说是从码头到仓库要办通行证。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说法？山下先生，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我之前没跟您说，现在办也来得及的。怎么个办法？简单，这个一车一证。1证5000大洋。谭司令，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你的吃相，未免是不是有些太难看了？哎呀，山下先生，之前说过的，我只要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就给我钱啊。没错，我是说过，但是首先你得让我赚钱。如果我赔了钱，我怎么给你分红？你这收我5000块，你作为股东，怎么会分到钱呢？山下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呢就是一马匪出身，不懂经商的，我就是想赚快钱。你说我就是怕你啊，这会出现问题，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办法。我是觉得，你们每运一船棉纱，就把该给我的钱给我，之后不管你们卖不卖得出去，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赚的是旱涝保收的钱呀。谭司令，你这么做未免也太霸道了。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经营多年，政商界的大佬也合作过不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样提出要求。他们不敢提，我就不能提了吗？那山下先生既然这么看重他们，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呀？谭司令，我看啊，你并不是真心想与我们合作，而是想趁机讹诈。哎呀，山下先生，我收你的钱是有道理的。你想想啊，你们的船每天都要停靠在这16铺码头，那这棉纱装货卸货，那灰尘满天，弄得我这个码头都是乌烟瘴气的。还有，你们那个船是烧煤的，那弄得我这黄浦江都浑得不行了。我收你点钱不过分吧？这样，我们各退一步。我们答应办通行证，一车500块，如何？山下先生，这个价钱不是这么看的，你打发叫花子呢？我知道你们日本人有的是钱，你们那商会大楼盖的比我们这司令部可高级多了，这点钱小意思。哼，我们即便有钱，也不能成为被你敲诈勒索的对象。谭司令贵为上海司令，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我当然明白，我就是按规矩办的事，这就是我的规矩啊。好，我明白了。原来谭司令表面上与我们合作，实际上和穆家是一头的。哎，山下先生，谁给我钱，我跟谁一头。你只要每车给我5000大洋，我立马跟你一头。你就不怕我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吗？去吧，反正他们也不管我，我也没办法呀。要是我不出这笔钱呢？哎呀，不出这个钱，好办，你来多少我扣多少。我部队人多，需要用到棉纱的地方也多的是。再不行，我还可以卖出去，换点军饷，里外都不吃亏呀。好，那我们就看一看，最后到底是谁吃亏。再会。哎，山下先生，慢走啊！
司令，我看您把山下先生气得够呛。哼，我这是给他留着面子呢。这要是闹得太大，不太好收场，不然我今天能给他气死在这儿。要说气人的功夫，那您是1等1的。陆宇东，抓住他，抓起来！放我们走，否则我就开枪了。全都绑起来！是。老实点。你们还不救火吗？这些棉纱很快就会烧起来，把木匠沙场烧成废墟。你们留在这里，也要一起陪着。死他妈的，可他妈的！做什么春秋大梦？你也不看看，火都快灭了。我有骨头的，阿丽丽。司令知道你们憋着坏，就等着你们来呢。带走，走。谭玄林，看着，一马都西，马修卡。一个小小的上海司令，竟然敢这么嚣张，自然有人会治他的。哎，山少爷，少爷，刚才都有介绍，一定要把它记录好。长得漂亮，又厉害，真是没想到。商业奇才啊！是啊，就是啊，釜底抽薪，重创日本商会。对，长得漂亮。穆公早，穆公，今早例会，各位老板来的早啊。穆公，报纸我们都看了，令爱可真是商业奇才呀！啊，他将工人都招揽到咱们木家工厂，使得日纱厂不得不停工。哎呀，这招真是太妙了！是啊，当初日本人把棉纱运到上海，低价竞争，而木家没有惊慌，依然有序生产。现在日本棉纱缺货，我们又有库存，迅速占领市场。看来令爱是早有谋划呀，厉害，厉害！当然，还有穆先生坐镇啊。难道我还能和自己的孩子抢功不成？孩子大了，能替我分忧，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哎呀，穆真是好夫妻呀，好女儿啊！唉，司令，您这是又让穆小姐出了一回大风头，连洋人的报纸都夸她是商业奇才呢。那是，也不看看她背后的男人是谁。哎，这穆小姐还真是不一般啊！一个女孩子家能看出这么多门道来。哼，这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跟我比可能还差点，但是她有一点不得不说，她选男人的眼光真的厉害。哎，什么意思啊？不懂规矩。安强，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
多亏了你的主意，穆家才没有被击垮。你有经商之才，爸爸很是欣慰。我们穆家后继有人了。爸爸想让你独挑大梁，历练历练。爸，您的意思是？我想逐步把穆家的生意交给你管理，等时机成熟了，再全部交给你。那您呢？家里发生变故以来，爸爸的身体一直不济，整夜都不能入睡。我想到法源寺去吃斋念佛，调养一下身体，也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平静。你是经商之才，爸爸看得出来，尤其是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中，你目光如炬，胸有韬略。把穆家交给你，爸爸放心。爸，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会守好我们穆家的产业。徐督军，谭玄林为了穆家，竟然敢坑我们日本商会，这在历任的上海司令当中，可是头一回。你就不担心谭玄林与穆家越走越近，脱离了督军府的掣肘，将上海占为己有吗？山下先生提醒的是，这谭玄林确实不可小觑。他先是抓住了我们的把柄，成立了民团，现在又和穆家好的穿一条裤子。要是再这样下去，这上海就真成了谭家的地盘。徐督军，10年前若不是我们出手相助，恐怕你也没有那么容易战胜罗督军，一举上位。当然，您事后也给了我们丰厚的回报，奠定了我们日本商会这10几年发展的基础。这些年，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联系，但是我们日本商会和徐督军督军府可是休戚相关的。当年的事情，徐伯君一直十分感激。世人都以为我今日今时的地位是靠穆家的财力支持，但我心里清楚，山下先生当年鼎力相助才是关键。我相信徐督军是个念旧感恩之人。这个谭玄林，说起来也是您的弟子。他如此这般刁难我们，俨然以上海王自居，这样下去，恐怕上海老百姓只知道有谭玄林，而不知道有督军府了。山下先生放心，你们的货物督军府如数赔偿。你们日本商会今后在生意上有用得着我出面的话，督军府一定鼎力相助。至于谭玄林，我必须先消其羽翼，然后斩断他与穆家的关系，方可动手。留着谭玄林，无异于养虎为患。这我心里有数，山下先生请放心。好，既然徐督军心中有数，那我就先告辞了。进来。是。上海的老宅子修好了吗？已经差不多了，等打扫完毕之后就可以入住。到时候举行个落成仪式，我亲自主持，请木工和沪上那些老板都来参加。督军，不过是装修个老房子，为何会办得如此隆重啊？谭玄林替穆家出面，搅黄了山下先生的洋纱生意。谭玄林这小子为了穆家，竟然敢得罪日本人。是啊，看来光耀住院的这段时间，谭玄林没少给穆家套近乎。可是我最近听说穆公身体不适，穆家的上上下下都是由穆小姐打理，而且穆小姐跟咱们少帅青梅竹马，肯定会站在咱们这边。想必谭玄林这小子是有心讨好，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多派些人手，暗中盯着谭玄林，有什么随时向我汇报。
该是向穆公提起两家儿女亲事的时候了。当时联姻被谭玄龄搅了局，这一次借老宅子落成仪式的机会，我亲自向穆公提亲。是。唉，这人也见不到，这夜宵也吃不着。怎么了，司令？想吃宵夜了？我给你买去。有事儿说，没事儿滚。有事儿。廖先生来了。谭司令，我就开门见山了。庆功宴之后，我来找过你，提醒你刺客并非革命党所派。可为什么在结案的时候，你还是把这笔账算在了革命党头上？六叔，因为当时一时没查明真相，也没有真相的线索，所以是没查明白，还是不愿查？我明白，你一个人在上海无根无基，倘若遣散军队，便会任人鱼肉。你千方百计的想要保住军队，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这么一来，租界里的洋行都视广东商人为洪水猛兽。我这次来沪，几个熟悉的洋行都不肯卖西药给我。我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总董事费安顿认为是革命军想要迫害约瑟夫，所以示意所有的洋行不要跟广东商人交易，避免物资落入革命党手中。谭司令，你说是不是你搅黄了我的生意啊？所以廖叔，您做的是西药生意啊？你也知道，当年我在你父亲手下当的是军医，所以西药生意也算是老本行。辛亥革命时，您进入我父军中，由马匪武装成为一方镇守使，所以您的老本行应该是革命。谭司令怀疑我是革命党。廖叔，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当年，您为我们谭家军仗义直言，对我也是多有照顾。所以，即便您是革命党，我也不会抓您。廖叔，您想要什么？没错，我确实为革命军做事。现在我军正在跟徐伯军交战，急需阿司匹林跟奎宁。廖叔，这些都是管制药物，如果被人发现，我会背上通敌的罪名。其实上次我来找你的时候，就想告诉你，你们谭家除了你以外，都死于军阀混战。你一个15岁的孩子，带着几千人靠冲锋陷阵讨生活。那许伯钧、罗炳文，可曾对你有过一丝的怜悯？我不需要他们的怜悯，我自己的我可以拿回来。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凭你的实力，有朝一日取代徐伯钧也不是不可能。可取代了之后又如何呢？你方唱罢我登场，踩着黎民百姓的鲜血尸骨爬到高位，然后等着被下一场的血雨腥风再掀翻。那你这个谭督军和徐督军、罗督军又有什么区别呢？对，廖叔，你说的对。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为了我的兄弟们争一个好前程，我有错吗？我还是没明白，您到底要什么？我只想为天下人争一个好世道。现在革命军在前线浴血奋战，为的不是自己，
是为了把百姓从军阀混战的轮回中拯救出来。可他们现在因为没有西药，受了伤，只能等死。谭司令，你为了保住你的军队耍些手段，这无可厚非。可是你却断了我前方千万将士的生路啊！玄林呐，为众人实心者，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我们已经分开6天10个小时了，我想死你了。哪有那么久？而且我还给你打了电话。那不行，打电话又听得见摸不到的，还不如不打。那这是你说的哦，我以后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反正我每天都很忙，根本就管不到你。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开玩笑的，我巴不得天天都见到你。但是就像你说的呀，我们现在在紧要关头，为了扳倒徐伯钧，我们必须要忍耐。是啊，我真希望这一天能赶紧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你娶进门，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见我啊？哦，我是要去工部局，你们华商总会离这儿也不远，而且这里是租界，所以徐伯钧的眼线根本进不来。去工部局？民团出什么事了？啊，没有，我去找费恩顿，让他给我介绍几个西药厂商，去买点西药。买西药？你明明知道我爸爸就是卖西药的，为什么不找我？没有，就是看你最近太忙了，不想麻烦你。你麻烦我不是应该的吗？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啊，没有。那你告诉我你要买什么药？阿司匹林和奎宁。阿司匹林和奎宁，这2种药都是管制药品，而且是前线作战部队常用的。你要给谁买啊？一个朋友。南边的朋友。你怎么猜到的？奎宁治疟疾，而疟疾是天气热的地方才有的传染病。婉清，我不瞒你了，我卖这些药品是为了给我一个故人的。他虽然在为南边做事，但他曾有恩于我，我必须报答他。有恩必须要报，这个药我来帮你买。好。好了，那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我就先走了。哎，别啊，这么快就走了？我还没报够呢。我们刚才不是才报过吗？你现在又不在司令部上班，我又见不到你，你也不管我。
那我怎么样才算管你呢？那